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故事。我想和你聊一聊一个特别有趣的节日——万圣节。也许你听过，也许你参加过，但今天我想用最简单的中文跟你说说我看到的、感受到的和万圣节有关的小故事。希望你能在这个故事里一边听中文，一边感受到那种温暖、快乐，还有一点点神秘的气氛。我第一次过万圣节是在一个外国的城市，那时候是10月31号，天气有点冷，空气里有一种甜甜的味道，好像糖果的味道。街上到处都是南瓜的装饰，橙色的灯在夜里闪闪发光。很多商店门口都放着笑脸的南瓜灯，还有一些小鬼、小猫、小女巫的图片，看起来既奇怪又可爱。我心想，这个节日好像挺有意思的。那天，我的朋友对我说，晚上我们去参加一个万圣节派对吧。我问他，要穿特别的衣服吗？他说，当然要，不然别人会以为你不是来玩的。我笑了笑说，可是我没有什么特别的衣服啊。他想了想，说，那你穿黑色的就行，加个帽子，你就像一个魔法师。我听完觉得还挺好，于是我真的照做了。晚上我们去朋友家门口，挂着蜘蛛网和一只假的蝙蝠。屋里灯光有点暗，放着轻轻的音乐，桌上摆着各种甜点，有巧克力、糖果、蛋糕，还有一个大大的南瓜派。朋友们都穿得很特别，有人扮成猫，有人扮成鬼，还有人穿着超级英雄的衣服。我一进门，大家就笑着对我说 "Happy Halloween"。我虽然听不太懂全部的话，但能感觉到他们的热情。我也笑着说万圣节快乐。我们先玩了一个游戏，叫不给糖就捣蛋。我之前听说过，但从来没试过。朋友拿着一个小南瓜篮，说我们去敲门。于是我们真的走到街上，每到一户人家，小朋友都会喊不给糖就捣蛋，然后屋里的人就笑着打开门，拿出糖果放进他们的篮子里。有的糖是巧克力，有的是水果味儿，还有的是小饼干。每个小孩都开心得不得了，笑声在街上到处都是。那一刻，我突然觉得自己好像也回到了小时候。我看着那些孩子，心里觉得特别温暖。其实，万圣节不仅是可怕的节日，它也是分享快乐的节日。大人、小孩都可以一起玩，一起笑。灯光亮亮的，街上有音乐，有人装成吸血鬼走来走去，还有人装成南瓜在跳舞。虽然有点吓人，但更多的是热闹和快乐。那一晚的城市好像特别有生命力。我记得有个小女孩穿着粉色的衣服，头上戴着猫耳朵。她跑到我面前，笑着问我：“你要糖吗？”我笑着说：“要呀。”她就拿出一颗糖递给我。我说：“谢谢。”她说：“不客气，万圣节快乐。”她的笑容特别真诚，让我觉得这个节日的可爱之处就在这里。不管是谁，都可以互相送出一点小快乐。那天我还学到了一些新词，比如南瓜灯、女巫、鬼魂、糖果。我发现这些词虽然是节日的词，但其实也能在生活里用。比如灯，我们每天都用；
甜，我们吃糖的时候也会说。语言就是这样，从节日、生活、故事里慢慢学，就会越来越有趣。后来我和朋友们一起吃东西聊天，有人分享自己小时候的故事，说他小时候特别怕黑，怕有鬼。有个人笑着说，其实小时候我也怕。大家听了都笑。我们还玩了一个游戏，每个人要讲一个假装可怕的故事。有人讲得特别夸张，还配上表情和声音，吓得别人大叫。可是，一会儿大家又笑成一团，那种气氛真好，既有一点紧张，又有很多欢笑。晚上10点多，我们走在回家的路上，风有点凉，但街上的灯还亮着。南瓜灯的光从窗户里透出来，像一个个小太阳。路边的小孩还在跑，手里拿着糖果袋，笑声在风里飘。我心里想，也许这就是万圣节最可爱的地方，无论大人还是小孩，都能找到一点属于自己的快乐。回家以后，我坐在沙发上，看着桌上的糖果，我想起小时候的节日，春节、中秋、圣诞节，每个节日都让人感受到一点温暖。万圣节虽然是从外国来的节日，但它让我明白，不管在哪里，节日的意义都一样，让人开心，让人放松，让人记得生活不只是工作和学习，还有笑声和甜味。第二天我去了超市，发现有很多打折的糖果，包装上都是南瓜和小鬼。我买了一些，打算分给同事。有人看到就问我，你也喜欢万圣节吗？我笑着说，是啊，我喜欢这种可以笑、可以玩的节日。他点点头说，我也是。其实每个人心里都有一点想要变成小孩的感觉。我觉得他说的太对了，万圣节就是给我们一个理由，暂时放下大人的样子，去做一个天真的自己。后来我也开始喜欢装饰房间，每年10月我都会在家里放一个小南瓜灯。虽然我不去参加派对，但每次看到那盏灯，我都会笑，因为它让我想起那天晚上满街的灯光、笑声，还有那句简单的话，不给糖就捣蛋。我也发现，很多事情其实都像万圣节。我们一开始会害怕，比如第一次去一个新地方，第一次认识新朋友，第一次用新的语言。但当你真的去试，你会发现其实很有趣。你也许会害羞，也许会紧张，但只要你笑一笑，世界也会对你笑。就像我第一次过万圣节那样，虽然什么都不懂，但因为我笑，别人也笑，我们就成了朋友。那天晚上，我还和一个陌生人聊了几句，他问我来自哪里，我说来自另一个国家。他说欢迎你，今天晚上你就是我们的一员。那句话让我特别感动。原来节日不只是为了庆祝，更是为了让人们靠近。你不需要完美的语言，也不需要特别的衣服，只要你愿意笑，愿意分享，就能成为这个快乐世界的一部分。有时候我们会觉得生活太快太累，没有时间玩。可是像万圣节这样的节日提醒我们，偶尔装傻一下，玩笑一下也没什么不好，因为笑也是生活的一部分。你可以做一个假装的鬼，也可以做一个快乐的自己。重要的是，
在忙碌的世界里找到一点童心，一点轻松。我想，如果你今年也有机会过万圣节，不妨试着去玩一玩。你可以穿简单的衣服，化个小妆，拿一点糖果，和朋友一起笑，或者在家点一盏灯，看看窗外的夜色。也许你会发现，不只是节日变得特别，你的心也变得温暖。生活就像一个大大的南瓜，外面有点硬，里面却是甜的。你要切开它，才能闻到香味。万圣节让我学到这一点，当你愿意尝试，愿意笑一笑，生活也会变得更甜一点。所以，如果现在的你有点累，有点紧张，就给自己一点万圣节的时间吧。不一定要去派对，也不一定要装扮，只要记得，生活不只是严肃的事，还有很多小快乐在等你发现。就像那盏南瓜灯，它不大，但够亮，也够暖。谢谢你听完今天的故事。现在再听一遍，这次没有拼音，也没有翻译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故事。我想和你聊一聊一个特别有趣的节日——万圣节。也许你听过，也许你参加过，但今天我想用最简单的中文跟你说说我看到的、感受到的和万圣节有关的小故事。希望你能在这个故事里一边听中文，一边感受到那种温暖、快乐，还有一点点神秘的气氛。我第一次过万圣节是在一个外国的城市，那时候是10月31号，天气有点冷，空气里有一种甜甜的味道，好像糖果的味道。街上到处都是南瓜的装饰，橙色的灯在夜里闪闪发光，很多商店门口都放着笑脸的南瓜灯，还有一些小鬼、小猫、小女巫的图片，看起来既奇怪又可爱。我心想，这个节日好像挺有意思的。那天，我的朋友对我说，晚上我们去参加一个万圣节派对吧。我问他，要穿特别的衣服吗？他说，当然要，不然别人会以为你不是来玩的。我笑了笑说，可是我没有什么特别的衣服啊。他想了想，说，那你穿黑色的就行，加个帽子，你就像一个魔法师。我听完觉得还挺好，于是我真的照做了。晚上我们去朋友家门口，挂着蜘蛛网和一只假的蝙蝠。屋里灯光有点暗，放着轻轻的音乐，桌上摆着各种甜点，有巧克力、糖果、蛋糕，还有一个大大的南瓜派。朋友们都穿得很特别，有人扮成猫，有人扮成鬼，还有人穿着超级英雄的衣服。我一进门，大家就笑着对我说 "Happy Halloween"。我虽然听不太懂全部的话，但能感觉到他们的热情。我也笑着说万圣节快乐。我们先玩了一个游戏，叫不给糖就捣蛋。我之前听说过，但从来没试过。朋友拿着一个小南瓜篮，说我们去敲门。于是我们真的走到街上，每到一户人家，小朋友都会喊不给糖就捣蛋，然后屋里的人就笑着打开门，拿出糖果放进他们的篮子里。有的糖是巧克力，有的是水果味儿，还有的是小饼干。每个小孩都开心得不得了，笑声在街上到处都是。那一刻，我突然觉得自己好像也回到了小时候。我看着那些孩子，心里觉得特别温暖。
其实，万圣节不仅是可怕的节日，它也是分享快乐的节日。大人小孩都可以一起玩，一起笑。灯光亮亮的，街上有音乐，有人装成吸血鬼走来走去，还有人装成南瓜在跳舞。虽然有点吓人，但更多的是热闹和快乐。那一晚的城市好像特别有生命力。我记得有个小女孩穿着粉色的衣服，头上戴着猫耳朵。她跑到我面前，笑着问我：“你要糖吗？”我笑着说：“要呀。”她就拿出一颗糖递给我。我说：“谢谢。”她说：“不客气，万圣节快乐。”她的笑容特别真诚，让我觉得这个节日的可爱之处就在这里。不管是谁，都可以互相送出一点小快乐。那天我还学到了一些新词，比如南瓜灯、女巫、鬼魂、糖果。我发现这些词虽然是节日的词，但其实也能在生活里用。比如灯，我们每天都用；甜，我们吃糖的时候也会说。语言就是这样，从节日、生活、故事里慢慢学，就会越来越有趣。后来我和朋友们一起吃东西聊天，有人分享自己小时候的故事，说他小时候特别怕黑，怕有鬼。有个人笑着说：“其实小时候我也怕。”大家听了都笑。我们还玩了一个游戏，每个人要讲一个假装可怕的故事。有人讲得特别夸张，还配上表情和声音，吓得别人大叫。可是，一会儿大家又笑成一团，那种气氛真好，既有一点紧张，又有很多欢笑。晚上10点多，我们走在回家的路上，风有点凉，但街上的灯还亮着。南瓜灯的光从窗户里透出来，像一个个小太阳。路边的小孩还在跑，手里拿着糖果袋，笑声在风里飘。我心里想，也许这就是万圣节最可爱的地方，无论大人还是小孩，都能找到一点属于自己的快乐。回家以后，我坐在沙发上，看着桌上的糖果，我想起小时候的节日，春节、中秋、圣诞节，每个节日都让人感受到一点温暖。万圣节虽然是从外国来的节日，但它让我明白，不管在哪里，节日的意义都一样，让人开心，让人放松，让人记得生活不只是工作和学习，还有笑声和甜味。第二天我去了超市，发现有很多打折的糖果，包装上都是南瓜和小鬼。我买了一些，打算分给同事。有人看到就问我：“你也喜欢万圣节吗？”我笑着说：“是啊，我喜欢这种可以笑、可以玩的节日。”他点点头说：“我也是。其实每个人心里都有一点想要变成小孩的感觉。”我觉得他说的太对了。万圣节就是给我们一个理由，暂时放下大人的样子，去做一个天真的自己。后来我也开始喜欢装饰房间，每年10月我都会在家里放一个小南瓜灯。虽然我不去参加派对，但每次看到那盏灯，我都会笑，因为它让我想起那天晚上满街的灯光、笑声，还有那句简单的话：不给糖就捣蛋。我也发现，很多事情其实都像万圣节。我们一开始会害怕，比如第一次去一个新地方，第一次认识新朋友，第一次用新的语言。但当你真的去试，
你会发现其实很有趣。你也许会害羞，也许会紧张，但只要你笑一笑，世界也会对你笑。就像我第一次过万圣节那样，虽然什么都不懂，但因为我笑，别人也笑，我们就成了朋友。那天晚上，我还和一个陌生人聊了几句，他问我来自哪里，我说来自另一个国家。他说欢迎你，今天晚上你就是我们的一员。那句话让我特别感动。原来节日不只是为了庆祝，更是为了让人们靠近。你不需要完美的语言，也不需要特别的衣服，只要你愿意笑，愿意分享，就能成为这个快乐世界的一部分。有时候我们会觉得生活太快太累，没有时间玩。可是像万圣节这样的节日提醒我们，偶尔装傻一下，玩笑一下也没什么不好，因为笑也是生活的一部分。你可以做一个假装的鬼，也可以做一个快乐的自己。重要的是，在忙碌的世界里，找到一点童心，一点轻松。我想，如果你今年也有机会过万圣节，不妨试着去玩一玩。你可以穿简单的衣服，化个小妆，拿一点糖果，和朋友一起笑，或者在家点一盏灯，看看窗外的夜色。也许你会发现，不只是节日变得特别，你的心也变得温暖。生活就像一个大大的南瓜，外面有点硬，里面却是甜的。你要切开它，才能闻到香味。万圣节让我学到这一点，当你愿意尝试，愿意笑一笑，生活也会变得更甜一点。所以，如果现在的你有点累，有点紧张，就给自己一点万圣节的时间吧。不一定要去派对，也不一定要装扮，只要记得，生活不只是严肃的事，还有很多小快乐在等你发现。就像那盏南瓜灯，它不大，但够亮，也够暖。谢谢你听完今天的故事。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次再见。